现在这楼市啊，那可真是让人有点摸不着头脑呢。但有件事特别值得留意，那就是法拍房的动态。这可是楼市的晴雨表，能透露出不少市场信息，咱们得听见了。根据克而瑞的统计，11月份新增了 3.9 万套法拍房，这可不是总数，只是一个月新增的数量。而且这个数字比上个月涨了 17%， 也就是说和上个月相比增长了不少，这挂牌量又回到了今年的高点。如果咱们把时间拉长点，今年前11个月加起来，法拍房的挂牌量达到了39万套，和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 3.3%。 无论是看单月还是累计，法拍房的挂牌量都在上升，这可能意味着经济压力不小，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，都可能面临资金紧张、难以按时还款的问题。那法拍房的数量为啥会增加这么多？11月份新增了39000套法拍房，比上个月多了 17%， 这可不是个小数目啊！要知道，这只是一个月的数据，要是累积起来看，今年前11个月的挂牌量已经达到了39万套，同比增长了 3.3%。这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呢？其实呀，法拍房数量的变化跟经济环境和个人财务状况息息相关。当个人或企业遇到资金困难，无法按时还款时，银行就会把抵押的房产拿出来拍卖，这就形成了法拍房。所以你看，法拍房数量的增加往往意味着市场上存在一定的经济压力，不少人都面临着资金紧张的问题。拿重庆和郑州这两个城市来说吧，11月份重庆和郑州的法拍房挂牌量分别达到了1377套和1061套，是仅有的两个超过1000套的城市。重庆的情况特别有意思，它本身的二手房市场规模就很大。根据诸葛找房的数据，重庆的二手房挂牌量已经达到了 41.9 万套。这么大的市场基数，法拍房自然也不会少。而郑州呢，它的法拍房增加则更多地反映了当地市场的风险情况。这里面的复杂因素，懂行的人一看就知道，但简单来说，就是市场环境和经济压力共同作用的结果。11月份法拍房的平均起拍价格比率降到了 28%， 相比上个月又下降了 0.7 个百分点。这个数字听起来可能有点抽象，但其实它告诉我们一个很直观的事实，法拍房的价格正在变得越来越低。你可能会问，为什么法拍房的价格会走低呢？这背后有几个原因。首先，随着法拍房数量的增加，市场上供过于求的现象变得更加明显。想象一下，如果你去逛商场，发现同一种商品突然多了很多，商家为了吸引顾客，肯定得降价促销吧。法拍房市场也是同样的道理，当房子多了，买家选择的空间更大，卖家自然就得降低起拍价来吸引竞买者。此外，整体二手房市场的价格也在下跌，这对法拍房的价格也有直接影响。本来法拍房就因为一些法律和手续上的问题不太好卖，现在再加上整个市场环境的影响，价格自然也就跟着下来了。法拍房的价格变化不仅仅影响自身，还会波及到整个二手房市场。如果法拍房成交价越来越低，大家在心里也会对二手房的价格预期产生影响，觉得二手房的价格也不会太高，进而影响整个市场的定价逻辑。再说说银行这边的态度，现在好多银行都不太愿意接受法拍房，一方面是为了控制自己的坏账率，不让不良资产过多，另一方面他们也希望通过这种方式稳定二手房市场价格。毕竟如果二手房市场乱了套，那对整个经济的影响可就大了去了。再说说新房市场吧，现在新房也不好卖呀。这里面除了有新房本身可能存在交付风险的原因之外啊，还有个挺重要的原因，就是市场份额被二手房给瓜分走不少呢。为啥二手房能瓜分走份额呀？还不是因为它降价降得比较厉害吗？这么一来啊，新房原本有的价格倒挂优势那可是大幅减弱了呀，买新房好像也没那么划算了呢。所以说呀，现在这房地产市场和2015年那可完全不一样了。2015年那时候主要就是为了去化新房库存，可现在呢，二手房市场的压力同样大得很呀，一点不比新房市场的压力小呢。这对新房去化库存那是非常不利的呀。从这个角度看，这次的救市行动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。
而且救市的力度已经超过了2015年，但市场还没完全稳定下来。所以，对于我们这些普通人来说，如果考虑买房，真的要多加留意，多观察市场动态，不要急于做决定。毕竟这楼市情况这么复杂，咱得谨慎点，可不能稀里糊涂的就做决定呀。